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上期视频分享了2个笔刷，然后就有朋友问我如何制作自己的笔刷。那这期的视频就是分享一下制作笔刷的方法。比如浏览素材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笔刷，觉得呢还不错，想自己去制作类似的笔刷。尤其是这条形状的笔刷，在雕刻硬表面的时候呢会非常不错。首先得了解一下 ZBrush 中笔刷工作的原理。先给默认的笔刷呢一个比较容易观察的 alpha。在雕刻时，笔刷基本就是在重复这个 alpha， 然后呢形成笔触，跟 Photoshop 里的笔触是一样的原理。那么这样一个笔触需要什么样的 alpha 呢？其实去掉中间部分，连接头和尾，就能知道它的形状了。是一个上下2个面都是正方形的梯形。需要知道做什么了，这就好办了。回到 ZBrush 中，选择一个平面，接着点击生成多边形网络物体。这里呢不需要这么多格子，只需要一个面就可以了。几何体编辑下边缘环，删除边缘环，这里勾选部分这个选项，点击删除边缘环，这样呢就只剩一个面了。接着使用 ZModeler 笔刷，在这个面上空格，选择内插，插入一个新的面，继续在这个面上空格，选择 QMesh， 先点击面，然后按住 Shift 拖拽，就这样得到了之前说的那个梯形。然后选择默认笔刷，在 Alpha 下点击从网格创建笔刷，这里保持默认设置就好，点击 OK。默认笔刷的 alpha 就变成了这个形状，找一个球体测试一下。然而呢，并不是想象中的效果，这个也很正常，说明呢还需要对笔刷做一些设置。在笔触这里打开 Lazy Mouse， 延迟步进调成 0.1， 缩小单个笔触之间的距离。延迟半径变成100，延迟平滑调到16。这次的笔触就更细腻了，也更平滑了。但是总感觉被什么平滑处理了。这里比较关键的参数就是这个焦点衰减，把它调到-100，这次的笔触就非常接近想要的效果了。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边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再尝试把延迟步进缩小一点，看看效果。缩小延迟步进的时候呢，也要同时缩小雕刻强度，不然雕刻出的效果会非常的炸裂啊。缩小延迟进步呢，似乎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再看一眼这个图，那有没有觉得它特别像 ZBrush 中 Layer 这个笔刷的一个效果？在 ZBrush 中有2种常用的笔刷类型，一个就是最常用的这个默认笔刷，另外一个就是 Layer 笔刷，键盘 B 键 L 键选择 Layer 笔刷。那为了不影响本来的 Layer 笔刷呢，在笔刷下点击克隆，接着把 Alpha 换成之前生成的这张图，还是打开 Lazy Mouse， 延迟半径变成100，延迟平滑变成16，给一个大一点的雕刻强度，再次画上去，这次的效果就好了。按住 Alt 就是向内雕刻，再稍微的平滑处理一下，这个效果就跟看到的这张图的效果差不多了。也就是说，同样的 alpha 使用默认笔刷和 layer 笔刷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用哪个笔刷做基础。这样通过改变制作 alpha 的模型的形状，就可以得到不同的 alpha。再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笔触 layer 笔刷或者是 standard 的笔刷，从而画出不同的一个笔刷效果。至于做成什么形状呢？这个得看自己的需求，比如可以把它做成圆形的，或者使用变形器把它拉伸，还可以通过修改自带的 alpha 来获得新的 alpha。把 alpha 换成这个球体的 alpha， 接着呢把它导出为 PSD 的文件，用绘图软件打开它，这里只留一半的圆形，然后保存退出，回到 ZBrush 中导入刚才修改的 alpha 图。虽然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修改，但是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绝对是在雕刻硬表面的时候呢非常好用的一个笔刷，
还有点像是把手的感觉。在笔刷这里点击另存为，给一个名字，就可以保存成自己的笔刷了。这就是如何在 ZBrush 中制作 2D 笔刷的一个流程。凭各位老爷们的想象力，绝对能制作出很多效果清奇的笔刷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